少爷与婢女在柴房私会，被他娘发现了。那天晚上，狗氏因为天热睡不着，到院子里溜达，顺便上个厕所。在经过柴房的时候，隐约听到屋里有动静，像是男女的呻吟之声。狗氏心中一惊，莫非是哪个不要脸的奴才坏我规矩，在此行苟且之事？想到这儿，他抬腿一脚，咣当一声就踢开了木门。果然，月光透过门窗照在柴草垛上，草垛底下有一男一女身无寸步，正忙得满头大汗。狗氏见此情景，是拧眉瞪目，大喝一声：“快来人，给我把这两个贱人绑了！”这狗氏自幼习武，是个大块头，满脸横肉，头发焦黄，像个母夜叉。平日里对家奴要求严格，训练有素，所以只用了片刻之功，柴房门口就站满了手提灯笼的女奴和拎着刀枪棍棒的大汉。再看柴房里的这对男女，早已被吓得魂飞天外。等众人仔细观瞧，全惊呆了。最为吃惊的还得说是母夜叉狗氏，他万万没料到，这二人竟然是他的儿子灭权和婢女小翠儿。在当时来讲，人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严重的。婢女家奴在有钱人看来就跟家里养的猪狗一样，尤其是他们家还是当地的首富。狗氏见儿子与小翠儿混在一起，还这样被全体家奴都看到了，他是恼怒万分，当时就命令把二人分别绑了，关进马厩，然后嘱咐家奴们说：“今晚之事你们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如果有人走漏半点风声，小心我把它剁成肉酱包饺子吃。”众人知道主子这不是开玩笑，全都诺诺而退。回屋之后，灭老爷就替儿子求情：“夫人，儿子是你身上掉下的肉啊，况且咱俩千顷地一根苗，就这一个宝贝儿，还是放过他吧。”糊涂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儿子呢？可刚才那阵势你也看见了，不先把他关起来，我这脸往哪搁呀？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小翠儿肯定是得死，儿子嘛跟着陪绑，也让他长长记性，然后尽快给他娶个媳妇得了。听老婆说要处死小翠儿，灭老爷心里咯噔一下子。怎么，原来这老家伙早就垂涎小翠儿的美貌，惦记好长时间了，只怪狗氏看得紧，他才一直没有得逞。年轻的时候，灭老爷也是个风度翩翩的帅小伙，只是家境贫寒，一直娶不上媳妇。后来遇上了一位狗员外，狗员外见这位灭公子饱读诗书，谈吐不凡，就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，便是现在的狗氏。狗氏人长得难看，性格也很彪悍，从小舞枪弄棒，最喜爱双刀，人称双刀狗夜叉。几天之后，狗夜叉要油烹了小翠儿，就在家门口架起了一口大锅，锅底下是上好的木柴，锅周围按照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8个方位分别埋好了碗口粗的木桩。这时候有人把五花大绑的小翠抬入大锅坐稳，然后取来8根绳子，这8根绳子都是一头绑在小翠的身上，另一头分别拴在锅周围那8根木桩上，目的是固定好小翠，省得她在痛苦之时挣扎乱动。最后这才给锅里加满了油，油面高度刚好没过小翠的脖子。小翠早已被割掉舌头，剥去了面皮，本身就惨不忍睹。家丁点燃了木柴，随着油温的升高，油锅里的小翠痛苦地蠕动着，样子恐怖极了。因为没有了舌头，她只能用喉咙发出鬼吼一般的哀嚎。这哀嚎声撕心裂肺，不远处山坡上看热闹的村民们都被吓得不寒而栗，有好几个人双腿发软，干脆就瘫坐到了地上。再看门口旁边的少爷灭权，眼珠向上一翻，他就昏死过去了。左右2名家丁慌忙把他扶住，这2位忽然就觉得一股臭气直冲鼻孔，原来是灭权大小便失禁，拉了一裤子。可众人都不知道，连狗夜叉也被蒙在鼓里。这被油烹了的根本不是小翠儿，而是灭老爷临时买来的一个女奴，跟小翠儿高矮身形差不多，只是家境贫寒，一直没有得逞。年轻的时候灭老爷也是个风度翩翩的帅小伙，只是
灭老爷对狗夜叉说要让小翠死前多吃点苦头，然后剥掉了女奴的面皮，割去舌头，这才瞒天过海骗过了狗夜叉。灭老爷命管家灭财将小翠连夜送到了100里外的飞定县。飞定县有不少灭老爷开的买卖，所以他经常去。在一处隐秘的小宅院里，灭老爷威逼小翠说：小翠啊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保你吃香喝辣一辈子。要是敢踏出这个门口半步，我不但要了你的命，还会弄死灭权。啊，老爷，灭权他是你儿子呀？什么儿子？他根本不是我亲生的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喜欢他就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不会伤害他了。就这样，小翠为了保护心上人灭权，被灭老爷藏在飞定县这所宅院里，就像是一只入笼的小鸟，供主人随时来取乐。再说狗夜叉将昏死的儿子救醒之后，觉得也怪不落忍的，日子不长，他就把自己的娘家侄女狗香娶过门，给灭权当了媳妇，然后便做起了抱孙子当奶奶的美梦。可惜的是，1个月、2个月、6个月，一晃1年过去，狗香的肚子始终是平坦如初，一点动静没有。狗夜叉哪里知道，儿子灭权自从油烹小翠被下之后，失去了男人的功能。狗香又是个腼腆的姑娘，一直羞于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儿，包括父母和她这位夜叉姑婆婆。书说简短，3年过去了，狗夜叉见狗香还是没有怀孕，心中大为不满，对狗香早就没有了好脸色。他开始命下人们到处物色年轻貌美能生育的女子，要给儿子纳妾，传宗接代。有一个新来的家丁叫秦无义，这秦无义原是飞定县的一个小偷，听主子狗夜叉说，谁要是给他儿子找来能生育的小妾，就赏10锭金子。他便想起了曾经偷过的一户人家，那户人家平日里只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家。我何不将那女子抢来，换她10锭大金呢？于是秦无义连夜回到飞定县，用迷香熏晕那女子之后，带回到灭府，交给了狗夜叉。狗夜叉命人用凉水喷脸，弄醒这女子之后，大吃一惊：你是人是鬼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没错，您猜对了，此女并非旁人，正是那婢女小翠。这些日子灭老爷进京城办事去了，刚好不在，因此那秦无义才顺利得手。小翠方才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周围人说话，已经辨别出了是怎么回事。他早已想好了对策，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小翠，说我叫秋凤，根本就没来过你们这儿，更不认识你们这些人，快放我回去。狗夜叉见秋凤穿衣打扮的确跟小翠很不一样，也就信了。当晚就把他送进儿子灭权的屋里让圆房。灭权见了小翠也是吃惊非小，小翠趴在他耳边悄悄讲述了所有的经过，两个有情人紧紧抱在了一起。小翠这才发现灭权已经不是以前的灭权了，他已经不能跟他共享爱的升华了。但是小翠并不在乎这些，她爱的是灭权这个人，只要是能跟心上人朝夕相处就知足了。但是他们想的太简单了，时间不到1个月，这天小翠忽然就恶心呕吐起来，这可高兴坏了狗夜叉。哎呀呀，看来秋凤是有喜了，我要当奶奶了。请来郎中一号脉，果然不假，小翠已有身孕。前脚刚送走郎中，紧接着灭老爷从京城回来了。进家门看到老婆狗夜叉正拉着小翠的手坐在竹椅子上说话呢，他当时就呆住了，舌头伸出来有1寸多长，半天没能缩回去。幸好狗夜叉与小翠聊天，正在兴头上，没发现。哎呀，老爷你回来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来，秋凤，快来拜见你的公爹，快叫爹。老爷呀，这是上个月刚进门的秋凤，已经怀上了，你就要当爷爷了，高兴吧？啊，哈哈哈！正这时候，管家灭财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来报告：老爷，夫人不好了，河里发现一具女尸，有人报了案，衙门来人正在河边验尸呢，听说是很像咱家少奶奶。
还真是少夫人狗相，因为丈夫无能，自己背上了不能生育的黑锅。如今又听说新来的小妾怀了孕，她就更加郁闷了，一时想不开，跳了河。仵作验尸之后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，然后顺便说了句：“哎，可惜了这么个大美人呀，到死还是个黄花姑娘。”狗夜叉听说之后，亲自查看，一看侄女的身体，仵作说的果然不假。急匆匆回到家，把儿子叫到面前，就问：“你媳妇怎么还没圆过房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灭权一听，慌忙跪倒在地，一五一十向他娘说出了自己的身体情况。这时候站在一旁的灭老爷心中一喜，哎呀，看来小翠肚子里那是我的种呀！想到这儿，他哧溜一下就溜出屋门，穿过院子，进入东厢房去找小翠。他要听小翠亲口告诉说肚子里是他的孩子。刚跟小翠说了几句话，跟过来的狗夜叉在门口听明白之后闯了进来，举刀便刺，噗，一刀穿进小翠的胸膛，血流如注。狗夜叉拔出钢刀，小翠当场毙命。灭老爷急了，生平第一次敢向狗夜叉发火：“还我小翠，还我孩子！”说着话，顺手抄起桌上一把茶壶，砸向狗夜叉的脑袋。狗夜叉抬手遮挡，可他挡偏了，茶壶砸到了他的太阳穴上。与此同时，手里腰刀的刀尖划开了灭老爷的脖子，鲜血喷射而出，喷了刚进屋的灭权一脸。狗夜叉被击中太阳穴之后，一阵头晕，向后栽倒，脑袋在倒下的途中又撞了桌子角一下，他也一命呜呼了。灭权本就胆小如鼠，上次看油烹活人已经被吓破了胆，现在又一下子见到3个大活人瞬间死去，还都是他的亲人。灭权精神分裂，他疯了，狂笑着跑出家门，再也没回来。见一家人全没了，管家灭财眼珠一转，禁不住笑出了声。现在他就是这个家里权力最大的人了，他轰走了所有奴仆，只留下秦无义等3个心腹家丁，让他们收拾起全部金银细软，打算一同带走。这时候奴仆当中有一个人就报告了官府。县令得知灭老爷家的情况之后，心想：哎呀，灭老爷呀，平日里你我算是朋友，现在你全家都死了，财产怎么能够旁落呢？我替你收着吧。于是他亲自率领几十名衙役，快马加鞭就来到了灭家庄。勒住马一看，灭府门前停着好几辆马车，有人正往车上装东西。走近了才看明白，原来是山上的土匪黑山炮率领喽啰们在忙活呢。县令最怕的就是黑山炮，他二话不说是调转马头就跑，一溜烟便逃回了县衙。原来土匪黑山炮得到消息说灭老爷死了，立马就下山来抢金银，砍杀了管家灭财和秦无义等人，将灭家洗劫一空，连个烧火棍都没留。1年后，新皇登基，派官兵大力剿灭匪患，将黑山炮团伙一窝端了。县令因为贪赃枉法、玩忽职守、剿匪不力被治罪，流放到荒岛上去开垦土地，不到半年竟然活活累死了。这真是贪财贪色贪名利，不走正道一场空。